Hello，这里是湖区的温德米尔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万里无云，马上就要出太阳了，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，不如用这个空档来录个视频，看看这次旅行的包里都装了什么。这次我带了2个包，一个是 Tory Burch 的 Wall Chain， 一个是前段时间刚刚开箱的 Anya Hindmarch 的竹篮。先来看这个小的包，我特别喜欢用 Wall Chain， 简洁无负担。如果当天没有特别的安排，我就会用这个小包，只带一些必需品。首先是纸巾、笔、Apple 的无线充电电池、口红。我有携带邮票的习惯，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写一张明信片寄回家，记录去过的地方和做过的事情，这也是我带笔的原因。这个 Wall Chain 的容量特别大，光卡槽前前后后就共有16个。这个拉链隔层放现金和硬币，紧挨着这里有一个小隔层，然后在2个比较大的空间后面还有一个隔层。这还不止，包包的背面还有一个外置的隔层，所以一共有6个空间，相当强大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包是在2015年买的，到现在已经7年了，它依然像新的一样，这是令我非常惊喜的，质量超乎了我的期待。皮质部分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划痕，金属部分也没有氧化，拉链头有印刻的 logo， 金属链很有质感，中间接触肩膀的部分是皮革。链子的2端都是可以拆卸的，拆下后可以当手拿包或者长钱包。2个扣子上有 logo 印刻，圈圈上有品牌的文字印刻。当然，不只可以斜挎，也可以调节链条来当单肩包或腋下包，就像我在另外一个视频里演示的 Chanel Walk 的背法。总之，这个包很实用，也很耐用，物超所值。现在我们看下一个包，像这种开口的篮子一定要用内袋，一个原因是草边比较娇嫩，最好能和里面的东西隔开来，避免摩擦。还有就是这样比较安全，防止丢窃。特别巧的是，我现在用的这个内袋就是刚刚Wall Chain的防尘袋。买完这个篮子，我就想配一个抽绳的内袋，找了好久都找不到理想的。忽然有一天发现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谜底就在自己家啊！用这个防尘袋刚刚好。好，首先出场的是手拿风扇，有3档风可以调，可以折叠起来，底部有防滑垫，也可以变换不同姿势和角度。这个东西亚洲的同学肯定都不陌生了，对于在欧美，尤其是伦敦生活的小伙伴，这个东西在夏天是可以救命的。最热的时候，伦敦的地铁公交就是炼丹炉，需要一点点风来让你升级的不是那么痛苦。它是充电的，充足电可以用很久，我找到它之后恨不得推荐给所有人。下一个是头绳，卡包来自 Giorgio Armani La Prima 系列的黑色卡夹，简洁优雅。有2个空间，除了信用卡和现金，放硬币也不会掉出来。Apple 的无线充电电池再次出场，它真的很方便，少了那根充电线，整个世界都清静了。AirPods
对于苹果迷来说，用配套的耳机是最方便的，而且它的音感和降噪功能都非常棒。太阳眼镜，镜框是用牛仔布包边的，我很喜欢它简洁纤细的线条，唯一的缺点是没有鼻托，但有的话又会打破平衡。好在它很轻，不需要接触鼻梁也能撑起来。镜腿末端有菱格纹的细节，我喜欢这种用低调的手法彰显标志的方式。纸巾，出门的时候我习惯备一个能量棒，以防万一。这个是花生和巧克力的，超级好吃，不甜，不喜欢吃甜食也可以接受。他们的 granola 也超好吃，还有烤椰片，强烈推荐。口香糖，笔，MUJI 的50毫升小瓶子，我用来装免洗洗手液。可折叠的小梳子也来自 MUJI， 末端的尖头可以帮助分线，手把的部分内部是凹进去的，相当于一个卡槽，折叠后会把梳齿包起来。我喜欢他们极简的理念和贴心的巧思。美彩盘，它有一个专属的小袋子，好可爱，包含眉蜡和眉粉以及4个小工具：修眉夹、螺旋眉梳、角度眉梳和海绵刷。它集齐所有工具在一个小盒子里，非常方便，质感质量都很好。我用的是2号色，很自然也很持久。虽说买东西不能光看包装，但人家就是能把产品本身和包装都做得像艺术品，不得不服。护手霜来自 La Briquette 159号柠檬草，味道很清新，混合着草本植物和柑橘味，质地很柔滑，特别滋润，保湿度持久，很适合干燥的皮肤。如果不喜欢太厚重的话，只涂一点点就可以。这个是70毫升的 size， 随身带刚刚好。口红 Tom Ford 白管，质地滋润丝滑，很容易涂抹。创可贴，以备自己和他人的不时之需。这个小袋子是很多年前入手的，应该已经有9年了，来自一位以色列的独立设计师，材质是麂皮质感的植物皮革，手感和做工都很好。下一个是带背带的手机壳，它对我的帮助真的太大了。因为工作原因，即便出门在外也要时常看手机，以前都是手拿着，很不方便。有了它，终于把双手解放了，而且也不会随手忘记或丢失。手机壳的质感特别好，可以摸得出来是质量很好的产品，也可以无线充电。背带可以拆卸，这样回到旅馆的时候就可以去掉。我选的这个品牌的背带是登山绳，很结实，有很多颜色，我选的是森林绿，和大部分衣服都能搭。背带可以随意调节，手感很舒服，不会划伤衣服。和其他斜挎包一起背的话，其实也不会冲突，影响不大。如果你也需要在外出时需要频繁且容易的 access 到手机，强烈推荐入手背带手机壳，它对我的帮助比想象中还要多。而且徒步时可以随时拿起来拍照，去比较危险的地方挂在身上也不怕掉落。这个就是 Tory Burch 的防尘袋，功不可没。
我以前一直用它在旅行箱里装些零碎的东西，现在它又多了一个新职责。除此之外，我还会带一个帆布的 tote， 如果买东西可以直接用这个，尽量减少使用塑料袋或纸袋。等等，众所周知，英国的天气总是一成不变，所以我备了一个披肩。别说，还真派上用场了。前几天在湖上给我冻的呀，昨天还穿了一件比较薄的长大衣。这个披肩来自英国的品牌 NPO， 这是他们最大的一款，有200乘75公分，可以当围巾、披肩，甚至是盖毯。颜色是大象灰，材质是100%羊绒，特别柔软丝滑，质量非常好。他们是我最喜欢的一家羊绒品牌，简洁低调，品质没得说。有机会的话，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。言归正传，如果你来英国旅行，即便是在夏天，也不要忘记带雨伞和一件秋天的衣服 ，OK？ 以上。湖区真的太美了，这里就是另外一个世界。这次旅行的 vlog 我会尽快整理出来，敬请期待。See you soon.